在权力的游戏里，如果我要让你选一个最让人矛盾的角色，你会不会想到席恩·格雷乔伊？他懦弱、虚荣、残忍，反复无常。但同时，当我们跟随着剧情的发展，看到他所遭遇的一切，又会觉得他让人心疼、愧疚，甚至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他背叛了史塔克，而他却从未真正属于葛雷乔伊。他渴望成为真正的男人，却一次次被命运剥夺尊严。这一集心理镜头，我们不谈论对错，只想问一个问题：一个从未被真正接纳的人，会如何一步步地毁掉自己？席恩的一生从一开始就不是自己的。格雷乔伊叛乱被平定之后，他作为战败者的儿子被送到临冬城。名义上他是史塔克家的养子，但本质上他是人质。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不稳定依附中的条件存在。简单来说，就是席恩的成长依附于史塔克家，这是一段非常不稳定的依附关系。而之所以他能够依附于史塔克家，是因为他的存在是带有一个条件的。也因此，席恩很早就明白一件事：我能活着，不是因为我被他们爱着，而是因为我有特别的用处。在临冬城，他永远都不是史塔克。表面上看，他经常和史塔克家的男孩子们一起行动，并且和与他年纪相仿的罗伯以及琼恩有说有笑，但他始终是一群史塔克当中的外星人。他不能反抗他们，不能表达愤怒，不能有僭越的行为。他唯一能做的是逞强，嘲笑别人，证明自己比别人更男人。而他能够这么做的唯一的对象就只有琼恩·雪诺，因为琼恩·雪诺也不信史塔克。在电视剧的第1集当中，当这几个大男孩跟随奈德在森林中发现了几只年幼的冰原狼的时候，席恩就对琼恩说：一只被狼群遗弃的狼崽，再适合你不过了。这句话何尝不是说的他自己？他是被格雷乔伊家族遗弃的孩子，但他心里又很明白，琼恩·雪诺是奈德的私生子，在血缘上他其实是一个史塔克。于是席恩陷入到了深度但自己又难以察觉的自卑当中。为了弥补这种自卑感，我们在第1季当中就能够看到，史塔克家里的几个同龄大男孩里，就只有席恩会流连于妓院，而当他经常光顾的那个妓女离开的时候，席恩甚至还表现出了深刻的不舍。这种行为同样也发生在内心极度自卑的小恶魔提利昂的身上。当他跟随罗伯的军队南下的时候，主动向罗伯提出他可以回铁群岛招募更多的士兵。那一刻，他明明白白地对罗伯说：我知道我不是史塔克。但他立刻又说：你父亲把我教育成一个有荣誉感的人。而他这么说的理由是，没有舰队就无法拿下君临城，而他的家族有舰队。从这里开始，席恩把自己卷入到了一场无休无止的证明我是谁和我可以的漩涡当中。回到了铁群岛，席恩本以为父亲会很高兴他能够回来，但父亲巴隆看他的眼神不是欢迎，而是羞辱。巴隆·格雷乔伊从他的穿着打扮开始，从头到脚彻底否定了眼前的这个儿子。在这里有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当父亲嫌弃席恩的衣服时，席恩的回答是：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衣服，我换掉就是了。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只要你能喜欢，我可以迎合你的心理状态，而并不是这就是我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除了父亲之外，席恩又再一次震惊于自己的姐姐雅拉也在他刚登岛的时候像对待一个傻瓜一样的欺骗他。这一刻对席恩来说是毁灭性的，他深刻地希望能为自己建立起一种双重的身份认可，既能够继承铁群岛，又能够得到史塔克家族的认可。但父亲和姐姐对待自己的态度，让席恩在内心深处感到了强烈的双重否定。他发现自己既不属于原生家庭，也不属于寄养家庭。不仅如此，父亲巴隆还在他面前反复提起他已经死亡的哥哥，希望能够挑起他心中复仇的怒火。死亡、愤怒、复仇，这些情感与史塔克家族教他的荣耀、信仰和忠诚完全相悖。甚至他的父亲再一次问他，我们家族的族语是什么？答案是强取胜于苦耕。那一刻，席恩想起来，铁群岛的人不耕地，不挖矿，能拿的就拿，不能拿的就抢。父亲仅仅只用一句话，就把席恩多年以来在史塔克家培养起来的精神信念击溃。他告诉儿子，你跟着狼家太久了，连骨头都软了。而席恩也被彻底激怒，怒斥父亲，这一切都不是他自愿的，当初是他把自己作为人质交给史塔克家的。席恩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他深知自己不是真正的史塔克，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血缘关系，他选择为此赌上一把。甚至他已经写下了一封信件，在信件当中，他本想告诉罗伯，父亲没有接纳提议，正准备去攻占北境，但他思考片刻，终于还是烧掉了那封亲笔信。席恩过于渴望能够被人完全接纳，此时此刻的他不明白，当一个人没有成为真正的自己时，是很难被其他人所接受的。于是他做出了其他许多拥有身份认同障碍的人都会做的行为，用过激的行动来换取认同，而这个行动就是占领林东城。占领林东城对席恩来说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而是更像是一场心理表演。席恩终于站在了权力的位置上，他需要所有人都看到，你们看，我不是废物。为此他变得残忍、极端、失控。他宣称自己杀死了史塔克家年幼的孩子，把他们剥了皮悬挂在城门口。他迫切地需要证明给别人看，他有那个能力做到这一切。他急切地想要与史塔克这个身份划清界限。席恩给自己建立起了一个虚假的自我，他用暴力行为来掩饰内心的自卑和迷茫。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都知道，那两个并不是史塔克家的布兰和瑞肯。席恩既骗了别人，也在欺骗自己。他深知自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那一刻，席恩失去的不仅是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还有他最后一丝的尊严。这样的席恩根本成为不了领袖人物，没有人会臣服于他，更别提那些毫无荣誉感可言的铁民们。席恩没有意识到，他到底还是受到了史塔克家的深刻影响。他占据着林东城，本能地想要坚守住这里，成为新的城主。他忘了葛雷乔伊家族的信念是不种地、不挖矿，能拿就拿，能抢就抢。铁民们只会考虑眼前的利益。当他们得知大股的军队正在朝林东城开来的时候，仅靠他们几个根本无法守住这里。他们毫不犹豫地打昏了席恩。
也因此，席恩跌入了人生最黑暗的深渊。他被拉姆斯波顿抓住，并受到了一系列非人的折磨。这些折磨不是单纯的肉体上的暴力，而是一次系统性的人格摧毁。他被剥夺了名字，被重塑了身份，被迫成为臭老。拉姆斯波顿切下席恩的生殖器官，让席恩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灵上都彻底远离了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完整的人的信念。而这也是葛雷乔伊家族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价值观。铁群岛的男人都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心理学把这种行为称为非人化。当一个人长期被剥夺选择、尊严和主体性，他会开始相信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值得。所以当后来有人叫他席恩，他会下意识地否认我不是席恩。那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甚至当他的姐姐雅拉带着人来救他的时候，他都拒绝逃跑。只是拉姆斯波顿从来都没有想过，他只是剥夺了席恩心中铁明的人格。他没有意识到席恩的心灵深处还潜藏着另外一个更为强大的灵魂——史塔克。拉姆斯波顿绝不会想到，正是自己在虐待珊莎，又强迫席恩站在旁边看着这样的行为，唤醒了席恩心里的那个史塔克。有许多人都热衷于讨论席恩到底是为什么会答应帮助珊莎逃跑。他们虽然从小一起长大，但珊莎是一个史塔克，而席恩并不是。在林东城，他一直被人瞧不起，被看作是粗鲁野蛮的铁民。其实我更倾向于席恩通过帮助珊莎这一外化的举动，真正唤醒和拯救的其实是内心真实的自己。他始终都知道史塔克家教会了自己什么，他也根本没有忘记自己在林东城既没有展开大屠杀，也没有烧毁城堡，更没有杀害布兰和瑞肯，甚至他连冰原狼都没有去动一下。他也并没有真的被拉姆斯波顿抹去人性。当拉姆斯逼迫他站在一旁看着他虐待珊莎的时候，席恩满脸悲愤地低下了自己的头。当席恩决定拯救珊莎的那一刻，他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家族，甚至不是为了能够被史塔克家原谅，而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做出重要的选择。这是席恩开启了自己心灵创伤修复之路的关键节点，从我到底是谁转向我选择成为谁。从这儿开始，席恩再也不迷茫于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己到底是谁，对席恩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够选择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席恩救出了珊莎，帮助她逃跑，然后自己又回到铁群岛去帮助自己的姐姐雅拉。在那之后，他毅然回到林东城，加入了抗击夜王的大军，与琼恩·雪诺站在了一起。那是另一个跟他一起从小在林东城长大却不是史塔克的兄弟手足。而最后，席恩也终于证明了自己，在他的生命最后的高光时刻，在他的身边，他也赢得了一小群愿意支持他的铁民们的守护。他们站在一起，围拢在布兰的周围，静静地等待夜王的到来。席恩·格雷乔伊的一生，表面上看是一段有关于背叛的故事，而实际上那是一个关于无处安放的自我的故事。它提醒我们，我们并不需要用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只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想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事。
如果你也害怕自己得不到别人认可，也曾想要通过做一些特别厉害的事来向别人证明自己，又或者你也处在一个迷茫的人生阶段，看不清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那也许你会在席恩的身上得到一点点小小的提示。当你不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期待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成为了你自己。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点个赞。如果你也是在 B 站上观看我的内容，请帮我一键三连，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能及时收到这个系列的更新通知。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是不同意见，非常欢迎你能够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文字，又或者你也可以告诉我，你希望能够在这个系列节目里听到其他什么有趣的内容。让我们下次再见。I always want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Be the right kind of person. But never knew what that meant. It always seemed like there was an impossible choice I had to make. Stark or Greyjoy. You don't need to choose. You're a Greyjoy. And you're a Stark.